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你听过凌晨4点44分的诅咒吗？不是都市传说，而是真实存在，我就是亲身经历过的人。你要是还愿意听，那我就说给你听。只是我必须先警告你，一旦你知道这件事，时间可能也会开始找上你。这一切开始于一只老旧的闹钟。我是一个普通的业务，独居，生活规律，起床、上班、下班、睡觉，每天如同复制贴上的行程。那只闹钟是我10多年前在跳蚤市场上买的。其实我早已改用手机闹铃，但不知怎地，那闹钟我始终舍不得丢，就放在床头柜上当装饰。它是一种80年代的数位款式，黑色塑胶外壳，红色 LED 数字显示时间，键盘早已脱漆，但还能动。某晚，我突然被一阵刺耳的声音惊醒，那声音沉闷刺耳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金属摩擦感，像是有人拖着铁链在木地板上拉行。我睁开眼，看到那只闹钟正闪烁着红色的数字4点44分。我满脑困惑地伸手关掉它，心想自己肯定是睡前不小心误设了闹钟。但当我检查时，闹钟根本没有设任何闹铃的设定，全部是 off 状态。我没太放在心上，重新躺回床上。隔天，我特地把电源线拔掉，甚至把闹钟电池卸下来，以免它又莫名其妙地响。那晚，我确信一切都没问题，安心睡下。但凌晨4点44分，它又响了。我一惊而起，看向床头柜，那只本该没有电的闹钟，红色数字闪烁着4点44分，声音依旧沉闷地响着。那声音比前一晚还要刺耳，庞佛直接震入脑海。我呆坐了好一会，才意识到问题严重。当我起身打开灯，灯闪了几下就熄了，整个房间陷入黑暗，只剩那红色的数字像恶魔的眼睛般盯着我。我打算把闹钟拿出去扔掉。当我碰到它的时候，一股冰冷的寒意沿着手指窜上手臂，那温度根本不像金属，而像尸体。我差点把它甩开，但还是硬着头皮把它装进垃圾袋里，扔到了楼下的垃圾桶。我没有想到，那只是开始。第3天清晨，我依旧被吵醒，时间4点44分。我睁开眼，看见床头柜上那只闹钟又躺在原地，红色数字闪烁，声音一如既往的诡异。垃圾桶里空空如也，门窗完好，家里没有任何人闯入的痕迹。我开始感到恐惧。我买了新闹钟，把旧的拿去烧了。火焰吞噬那塑胶外壳时，我像是听见一声低沉的哀嚎，像是某种生物在痛苦中扭曲。火灭之后，我把那堆灰烬埋进后院。那晚我终于安稳地睡去。直到凌晨4点44分，我被自己的尖叫惊醒，不是闹钟响，是我自己发出的尖叫。我满身冷汗，心脏狂跳，眼前床头柜上那只闹钟回来了。我拿出手机，录下这一切。我录了整个晚上，从我入睡到闹钟响起的瞬间。当我播放录影时，画面在4点43分左右开始干扰，雪花点乱舞，画质模糊，然后在4点44分准时出现一张脸。那张脸是我从未见过的苍白人脸，皮肤贴在骨头上，眼睛是2个空洞，嘴角微微扬起，一抹诡异的笑容。驼盯着我，站在闹钟后方，仿佛从墙壁里钻出来，对着镜头缓缓低语：“你醒了，真好。”我看着录影，不寒而栗。接下来几晚，每天凌晨4点44分，那闹钟都准时响起。我试着装监视器，但录下来的画面几乎一样，同一张脸，同样的话。唯一的不同是，那脸越靠越近。第7天，我醒来时，发现自己的脸上被划了一道伤痕，细细的，从眉骨到下巴。斜以前，伤口却整齐的像手术刀切的。
我吓坏了，把房间每个角落翻了个遍，终于在衣橱后面发现一道细缝，那原本根本没有，那是墙面裂开的痕迹，像被什么东西从里面硬生生撑开。裂缝里有东西，一张泛黄的照片，一张黑白照片，拍摄地点我不认得，但照片中那人我认得，是我。我确定我没有拍过这张照片，衣着风格也与我现在完全不同。照片背后写着一行用红笔潦草写下的字：你从来不是这里的住户。那晚我再也不敢睡。凌晨4点44分，闹钟依旧响起，但这次我没有起身。我假装睡死，用微开的眼偷看床头柜。我亲眼看见那张脸从闹钟里慢慢探出来，驼的手指如树枝般枯干，在空中比划了几下，指向我胸口。然后那张脸转向我，露出裂到耳根的笑容。驼说：该换你醒来了。我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透明的空间，四周是玻璃般的墙面。我惊慌地四处拍打，外面却一片黑暗，直到某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视野中。是我自己。那个我正走进卧室，关灯，躺下睡觉，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睡着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我被困在了闹钟里。我只能透过那红色的数字看外面的世界，时间一分一秒的前进。直到4点44分，我能稍稍控制钟内的声音与能量，敲击墙壁，发出那熟悉的声响。那是我在向外求救，但从来没人听得见。我不断重复着，直到有一天，我看到有人买走了那只闹钟，带回家。画面闪动间，我听见了一句熟悉的声音：你醒了，真好。你说那是我说的，还是那是接下来你会说的话？你知道有些东西，哪怕静静挂在墙上，也能悄悄改变你整个人生的轨迹吗？我说的不是什么摄影机、监听器，而是一只时钟。对，就是那种会滴答滴答走动的老式时钟。你愿意听的话，我可以说给你听。说出来只是想让这该死的东西，不是它带来的东西，有个见证者，哪怕只有一个也好。这件事要从我外公过世那年开始。我回到老家继承遗产，那是一栋偏远的老屋，2层楼，墙上爬满枯藤。老屋里的东西几十年没动过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霉味和旧纸张混着腐木的气息。我打扫了2天，才把客厅收拾得能踏进去坐。在客厅的墙上，我找到那只时钟，那是一只铜制外壳的挂钟，罗马数字的刻度几乎被时间磨光，时针和分针像2条疲惫的老蛇，缓慢又沉重地在走动。时钟的中央有一道几乎不可见的裂痕，仿佛被某种外力撕开又强行合上的伤口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那时我竟鬼使神差地把它重新挂回了墙上，还上了发条。从那天起，我的生活开始慢慢出现异样。第一天，我的手机里突然删除了一个联络人，名字我记不起来了，只记得他的照片空空的，像是系统故障。但我越想找出那个人是谁，越是记不起一点细节，连他长什么样，和我什么关系都模糊不清，只留下那种失落感，像根刺扎在心里。第二天，我原本约好要见的老同事阿森突然请辞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打给他的电话是空号，他原本住的地方已经出租，公司甚至没有他的资料。我问老板，老板一脸疑惑：你说谁？我发疯似的去翻我们以前的合照，结果照片中站在我身边的那一个空了，只剩我自己一人比着 V 字手势，笑得像个白痴。我开始怀疑是那只时钟搞的鬼。我坐在客厅，盯着他那双沉重的指针，观察着每一次跳动。某天深夜，我看见了他的指针突然不再顺时针前行，而是缓慢地开始逆行。那瞬间，
我整个人起了鸡皮疙瘩。时钟里的滴答声仿佛变得低沉诡异，像是什么东西在喘息。第二天醒来，我发现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伊文也消失了，他的 Instagram 账号变成空白，我们的讯息记录只剩我单方面发送的讯息，照片里他不见了，就像阿森一样。我跑去他家，按门铃，出来的是个陌生女子，冷冷地说：“这里从来没有住过这种人。”我瘫坐在门口，脑子一片空白。我回家，拿出相册一张张翻，照片上本该熟悉的笑脸一个一个的消失，只剩我孤零零地站在画面中，手臂仍保持着搂人的姿势，却搂着空气。那感觉不是悲伤，是一种说不出口的恐怖。我还记得他们的存在，但世界上没有人记得。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，于是我去看精神科医生。医生听完我的叙述后，表情越来越凝重。他说，这听起来像是严重的妄想症，并建议我服药观察。可我不信，我知道这不是妄想，因为那些人曾陪着我笑，陪着我哭，我没有可能全是幻想出来的。我决定做个实验。我在客厅架起摄影机，拍摄整晚时钟的运转。录影中，时钟在凌晨3点开始逆行。画面中突然出现一阵模糊，接着摄影机竟自动关闭。当我重新打开时，记忆卡里只剩几段残影，最清楚的一帧是时钟指针逆行到12点时，时钟玻璃上映出一个人影，那人背对着镜头，穿着我的衣服，但我从没做过那个动作。手举起来，仿佛在抹除什么东西。我全身发冷。我决定不再理这该死的时钟，把它从墙上拿下，锁进了地下室的工具柜。但你猜怎样？隔天早上，它又挂回墙上了，位置分毫不差，好像它从未被移动过。我失眠了几天，开始出现幻听。每当夜深人静，我总听到一种低声呢喃，时间是借来的。有一次，我梦见自己站在一间老旧的钟表铺前，里头摆满了挂钟、座钟、怀表，每个钟都逆行着，滴答声此起彼落，仿佛万千亡灵在耳边窃语。梦里，一位戴着高帽的老先生走向我，他的脸看不清，声音却刺骨：“你的时间只剩下1圈。”我从梦中惊醒，时钟正响着，时针逆行到午夜12点。我疯了似的翻找资料，终于在一篇旧报纸上找到一则新闻：1965年，有位制钟师傅精神失常，在家中打造了一只逆行钟，号称能倒转命运，重写人生。结果几天后，他的家人一个接一个失踪，最终连他本人也下落不明。图片中那只钟和我家的那只一模一样。我终于知道，这不是时钟，这是时间的祭坛。每一次逆行，它就向命运索取一个名字，一个存在，好像它是某种活的机械，以人类的记忆和关系为代价来滋养自身。我决定终结这一切。我搬出老家，把时钟带到一处偏远的废墟，准备用铁锤砸烂它。我举起锤子，但那瞬间，时钟的指针疯狂地转动起来，逆时针飞快旋转，整片天空都变暗了。我没有砸下去，因为四周景物开始改变，地上的尘土慢慢消退，破碎的窗户重新拼合，墙上的涂鸦倒流回墙内。时间在倒退，我被吸进某种无形的洪流，直到我发现自己回到了老家的客厅，身上穿着10年前的衣服，手机还是翻盖的那种。我冲到镜子前，看见了一张年轻了10岁的脸。我重生了，还是只是回到了过去？不，我没时间思考，我要趁这一刻把时钟毁掉。我举起铁锤，对准那时钟的中心敲下去，玻璃碎裂，铜壳变形，指针断裂。我跌坐在地上，喘着气，眼前时钟终于静止，一切仿佛结束了。直到隔天早上，我醒来，墙上那只时钟又完好如初地挂着，滴答作响。时间是11:59。
当指针跳到12点时，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，屏幕上一则通知弹出来：你已被移除出记录。我感到一阵剧痛，像是有人把我整个从世界里抽离。我打给朋友，他们说：你是谁？我试图登入账号，一切资料都消失，我变成了不存在的人。而那只时钟依旧滴答滴答地走着，像是从未停止，也从未满足。所以你明白了吗？当你发现生活中有一个人突然不见了，别急着说他走了，他可能只是被时间删除了。你有试过设好几个闹钟，只为了确保自己准时起床吗？我有。我是个工程师，生活讲求效率，每天早上闹钟定时定点，从来没有出过差错。每天早上5点半开始，每隔10分钟设一个，总共7个，从不缺少。但你知道吗？有些闹钟，它响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叫你起床，它是来唤醒你内心最深处那段你宁愿永远不记得的过去。那天是星期一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前一天刚熬完一个专案的夜。早上醒来时，我觉得特别疲倦，头昏脑胀，眼睛干涩到像被沙子灌满。当我拿起手机时，才发现不对劲。我的闹钟列表里出现了一个我从没有设过的闹钟，凌晨5点17分。时间卡在2个我平时设的闹钟之间，但它的备注让我整个人僵住。记得清理手上的血。我愣了整整几分钟，心想这是不是我睡前乱写的玩笑？但那备注不像我一贯的语气，它太冷，太直接，甚至像命令。我翻起自己的手掌，指节间、掌心边缘的确有一些前印的红斑，不是油漆，不是污渍。我捻了一下，碎屑落在地上，一股淡淡的铁锈味从指缝间飘出来。我慌了，我跑去洗手台，拼命搓洗那些痕迹，边洗边想，我昨晚到底做了什么？那整个上午，我都无法专心。进公司后，我问身旁的同事，昨天晚上我们有没有一起打游戏？他摇头，说我昨晚临时取消了邀约，说要处理个人的事。我没有说过那种话，至少在我记忆里没有。午休时，我开始翻手机相簿，想找找昨晚有没有拍什么东西。结果我发现相簿里多了一个加密的资料夹，里面有3张照片。第一张是一间废弃旅馆的门口，斑驳的墙面上挂着一个牌子，沉香客栈，看起来像民国初期的建筑。第二张是我拿着一把剪刀，剪刀上全是血。我站在镜子前，但脸色苍白，眼神空洞，仿佛不是我本人。第三张是一具尸体躺在浴缸里，身体泡在红黑混浊的水中，五官被割得面目全非，看不出年龄、性别。墙上还写着一行红色的字：第7次完成。我把手机摔到地上，那不是梦，也不是合成照。我拍摄的角度、影子、光线全部都是真实的。我想报警，但当我冷静下来后，试着再次打开相簿，照片却全都不见了，连那个加密资料夹也没有了。当我尝试回忆那句红字的时候，我的脑海突然响起一个声音：第7次完成。像回音，像咒语，一遍又一遍的重复。当晚我根本睡不着。凌晨5点17分，手机的闹钟再次响起。那声音和其他闹铃不同，不是震动，不是铃声，是一种低频的嗡鸣，仿佛从我的耳朵里传出来的声音。我睁开眼，坐起来，发现自己已经穿好衣服，鞋子摆在床边，外套平整地挂在椅背上。那种感觉就像有人操纵我，把我准备好。我走到厕所，洗脸时看见镜子上的一行字，用肥皂写的：下一个是熟人。我的心跳狂乱，几乎要跳出胸口。我马上跑回房间，
拔掉手机电源，关掉所有闹钟，把手机关机，甚至丢进抽屉里锁起来。但第二天早上，闹钟还是准时在5点17分响了。这一次是墙上的电子钟响起来的，我连那东西都忘了它还能响。我试图把它关掉，却发现电池已经被我半年前拔掉了。当我转头时，我看到窗外的对面屋顶上有个人影站在天台上朝我挥手。月光很淡，我看不清他是谁，但他的姿势和我完全一样，就连那件旧大衣也是我去年冬天丢掉的那一件。我再也坐不住了，决定去警察局请他们查一下那间叫沉香客栈的地方。结果他们找遍整个城市都没有这个地点，甚至连地图都搜不到这名字。我只得自己去找。我花了整整3天，一间一间废弃建筑走访，终于在一个荒凉的山脚下发现那扇我在照片里看到的大门。门上的字迹模糊，但轮廓仍可辨，沉香客栈。我推门而入，空气中弥漫着陈年发霉的气味，每一步都发出沉重的咿呀声。我拿出手机准备拍照，却一按快门，荧幕瞬间黑了，电源自动关闭，怎么都开不了。我穿过走廊来到浴室，那画面就像我照片里的场景，浴缸、白瓷砖、墙上的裂缝全都一模一样。唯一不同的是，这次浴缸里没有尸体。我转身准备离开，却听见门自动关上，啪的一声，仿佛空气也凝结了。墙上的镜子上开始浮现文字，第8次即将开始。那一晚我是怎么逃出去的，我至今记不得。我只知道自己在家中床上醒来，手里握着那把锈迹斑斑的剪刀，手上是湿的，还在滴水。我低头一看，脚边的地毯上有几道浓红的脚印，一直延伸到门口。我不敢开门，我只是躲进衣柜里，发抖着，一直等到天亮。隔天，新闻报道了一起凶杀案，就在我家后巷，尸体在垃圾桶里发现，被剪刀多次刺杀，无名无姓。警察敲过我家门，但没有找到任何可疑证据。我只是说我昨晚睡得不好。我不是说谎，我真的不知道那晚我到底做了什么。手机再度恢复正常，闹钟列表里第7个闹钟还在，但这次又多了一个新的。闹钟上午8点4分44秒。备注：下一个是你自己。我试着删除这个闹钟，但怎么都删不掉。每次划掉，它都会自己弹回来。最后一次我成功删除它后，整只手机直接自动关机，再也打不开。那天晚上，我梦见自己站在镜子前，拿着剪刀，对着镜中的自己，一点一点地剖开自己的脸。梦中的我并不痛，只是一直笑，然后对我说：“你还以为这是第几次？”我睁眼，手机亮了起来，荧幕是黑的，但在黑底中有红色字体显示着第13次。我不记得有这么多次，但现在当我听到闹钟响起时，不再是惊慌，而是一种熟悉，甚至渴望。仿佛每次被闹钟叫醒，我就越靠近某个我真正的模样。也许你也该设个闹钟试试，看看在凌晨5点17分你会变成谁。但如果你听见自己在说下一个是你，那对不起，你来不及了。喜欢这些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鬼影档案馆，点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每一部恐怖小故事哦。鬼影档案馆，我们下次见。